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Victor Sparandale 的专业投机原理。作者 Victor Sparandale 在华尔街被业内称为交易者维克，他曾为 George Soros 和 Leon Cooperman 等知名金融人物管理资金。从1978年到1989年，他连续12年取得正收益，平均年回报率达到 70.7%， 期间没有经历过任何亏损的年份。他的成功不仅在于获取高额利润，更在于极度严苛的回撤控制能力。Sparandale 之所以写《专业投机原理》这本书，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私人图书馆里的1200多本金融藏书几乎都在推销战胜市场的理论，找不到一本能让人免于盲目试错的实用指南。于是他决定亲自动笔。这本书把混乱的市场波动解构为一套可通过道氏理论 Dow Theory、 技术图表、宏观经济学基本面与情绪纪律来规范的商业经营哲学，帮助市场参与者在不确定的价格起伏中建立起稳定的预期。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探寻如何在残酷的市场博弈中生存并实现长期获利。将金融市场的交易行为视为一项严谨的传统商业经营，是建立长期盈利预期的基础。在这个商业模型中，所有的市场决策都需要遵循3个指导原则。排在第一位的是保障资本。对于任何企业而言，资本就是维持运转的库存和血液。在评估一项潜在的交易时，商人的思维习惯不是先计算能赚取多少利润，而是优先核算可能遭受的最大亏损。当市场的潜在回报无法覆盖承担的风险时，持有现金就是唯一的理性选择，不论当时的市场情绪有多么狂热。在保障资本的前提下，第2步是建立一致性的获利能力。资本处于动态的增加或减少中，为了让资金稳定增长，必须将单笔交易的风险控制在总资本的极小比例内。比如以1个季度为操作周期，在季度初还没有累积利润时，新头寸的规模会被严格压缩。只有在第1笔交易获利后，才会将一部分利润存入银行锁定，并将剩余的利润加注到新的头寸中。这种递进式的筹码管理确保了在任何一个交易周期结束时，账户里永远留有继续留在牌桌上的本钱。1974年7月 Sparandale 账户的年度起始资本为25万美元。通过前期的稳健交易，他在1个月内就积累了10万4千美元的利润，季度回报率超过 40%。 有了这笔巨额利润作为缓冲，操作策略便从防守转向进攻。基于对当时宏观空头趋势的判断， Sparandale 拿出了5万美元的利润资金，分别卖空3500股德州仪器、伊什曼柯达、麦当劳与 IBM 的现股，并同时买入等量的看涨期权，构建出合成看跌期权。这种操作结构将最大的风险严格限制在买入看涨期权的成本之内。到了8月份，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环境巨变，股市加速崩跌， Sparandale 单月利润突破26万9千美元。运用前期赚取的利润去获取高杠杆的收益，即使判断完全失误，损失的也仅仅是部分利润，维持生存的本金依然毫发无损。账面的风险核算再严密，在实盘中面对真实的浮亏时，人们为了逃避承认错误，往往会放弃原有计划。 Sparandale 将这种为了掩盖错误而不断加码的现象总结为鳄鱼原则 Alligator Principle。 当一只鳄鱼咬住你的脚时，如果你试图用手臂去撬开它的嘴，它会同时咬住你的脚和手臂。在市场中，当你持有的头寸出现与预期相反的走势，也就是市场用价格证明你的判断出现错误时，唯一的生存方式是立刻牺牲那只脚，也就是立即平仓认赔。寻找借口，期待价格反弹，或者采取补仓摊平的动作，只会让资金的伤口越来越大。上世纪70年代中期， Sparandale 建立了一笔北美保险公司安娜的小额期权头寸。当时
他买入了20份12月份到期、执行价为$25的看涨期权，单价为$1，总投入为$2500。建仓后不久，股价开始下跌，期权价格也随之下滑至$7，接着又跌去了1/4。按照既定的交易计划，当单份期权损失达到1/4点，也就是总计$500时，就必须认赔出场。面对这笔账面的亏损， Sperendale 为了逃避承认错误的痛苦，没有选择直接平仓，而是以$3的价格卖出了60份12月份到期、执行价为$30的看涨期权。这种做法的意图是希望用收取的权利金来弥补先前的亏损，以求在账面上打平。然而，市场随后传出该公司将被并购的消息，股价开始快速上涨。卖出的$30看涨期权价格涨到了$1，而原本持有的$25看涨期权涨到了$2。此时的局面变得更加复杂。为了挽救不断扩大的做空期权亏损， Sperendale 仰仗着并购传言，又以$1的价格卖出了25份看跌期权。不久之后，公司官方正式否认了并购传闻，股价应声回落。卖出的看跌期权价格迅速上涨。每一次试图用新的头寸去挽救旧的错误，都在不断增加账户的风险敞口。原本单纯的做多头寸，被修补成了一个多空交织、风险极度不平衡的复杂组合。鳄鱼完全合上了嘴，原本只需支付$500止损的交易，在反复的挣扎与修补中，最终演变成了一场高达$6000的净亏损。北美保险公司在当时是一只冷门股，交易量小且价格波动平缓。出现这种失控局面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不愿在账面上承认失败。这种为了维护个人判断准确性而产生的谬误的自尊 （false pride） 阻碍了止损操作的执行，让原本可控的小额经营成本发酵成了摧毁账户本金的风险。切断亏损只是控制了风险的下限，决定资金长期增长的核心在于入场前对胜算的精确计算。赌博是盲目的承受概率分布，而投机则是通过统计和技术条件，只在期望值为正的环境中投入资金。这种计算方式与专业的扑克牌局如出一辙。在一场5张牌的牌局中，假设底注是$10，经过第一轮后，台面上有$50。当前面的对手下注$10，其他人跟进后，桌面上的总资金达到$90。如果你手中已经有4张红桃，只需要最后一张红桃就能凑成同花。根据统计，最后一张牌是红桃的概率是1比5.2，你的风险是5.2比1，而你跟注$10去赢取$90，潜在的赔率回报是9比1。用9比1的回报除以5.2比1的风险，调整后的风险回报比率达到1.72比1。在这种有利的胜算下跟注，长期重复这一动作，账户资金必然呈现正向增长。将这种概率思维平移到金融市场，就形成了建仓前的强制过滤标准1比3的风险回报比率。在每一笔交易执行前，需要客观地测算出3个具体的数值：买进价位、目标获利价位以及证明判断错误的止损价位。目标价位与买进价位之间的空间必须至少是买进价位与止损价位之间空间的3倍。以1989年10月份的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交易为例，当指数跌破8月份的高点 359.85 点时，空头头寸的目标价位被设定在前一波跌势的低点 346.50 点。同时，如果行情回升突破10月10日的高点 364.50 点，则证明看空逻辑失效，必须离场。在这笔交易规划中，承担的风险是 4.65 点，对应的潜在回报是13点，风险回报比率为1比 2.8。 虽然非常接近1比3的标准，但如果在执行时严格遵守纪律，只有在比率大于或等于30才入场，
就能建立起一道极厚的容错防火墙。因为只要保持1:3以上的风险回报比，即使判断行情的准确率只有30%到40%，依靠截断亏损和让利润奔跑的数学结构，账户依然可以实现长期的一致性获利。金融市场每天产生数以百万计的个人决策，试图用纯粹的数学模型去预测短期的价格起伏是不现实的。但在看似混沌的波动中，依然存在可以通过概率界定的秩序。寻找这种秩序的起点是道氏理论 Dow Theory。 道氏理论的基础建立在3个核心前提之上。第一，主要趋势绝对不会受到人为操纵。个人或机构可以通过庞大的资金操纵短期价格，但整体股票市场的长期趋势无法被个人意愿改变。第二，市场指数会反映每一条信息。市场指数汇总了流入各个交易工具的资金，它吸收并反映了乐观者、悲观者和务实者的集体共识。第三，理论并非不会错误。市场由人组成，群体也会犯错，但市场允许参与者迅速修正错误。道氏理论就像是预测气象的气压计，气压计无法标示具体的降雨量，但能通过气压变化在风暴来临前提供征兆。任何市场都同时存在3种维度的波动：持续数月至数年的长期趋势，持续数周至数月的中期趋势，以及持续数天至数周的短期趋势。但不论你参与哪个周期的博弈，界定方向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观察价格的波峰与波谷。上升趋势 Upward Trend 由一系列连续的涨势构成，在这期间，每一段涨势都会穿越先前的高点，而中间夹杂的回调都不会跌破前一波回调的低点。在图表上，这呈现为一个高点和低点不断垫高的锯齿状模式。下降趋势 Downward Trend 则完全相反，由低点与高点不断下滑的价格走势构成。明确了趋势的基本定义，需要用趋势线将走势在图表上固定下来。Sparendale 在处理趋势线时，采用了一套完全客观的画法。绘制上升趋势线时，在考虑的期间内，以最低的低点为起点，向右上方绘制一条直线，连接最高高点前的某一个低点。这条直线在2个低点之间，绝对不能穿越任何真实的交易价位。延伸这条直线，让它自然经过最高的高点。对1896年到1985年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与道琼斯运输指数的历史走势进行梳理，发现严格按照这种趋势定义和划线规则操作，准确捕捉到了 74.5% 的经济扩张期价格上涨，以及 62% 的衰退期价格下跌。在价格走势没有向下跌破这条绘制的趋势线之前，供需平衡依旧由买方主导，而一旦价格实体跌破趋势线，就发出了市场正在发生方向转变的第一道明确信号。趋势的终结会在价格反转前留下特定的技术痕迹。通过观察价格对前低和前高的试探， Sparendale 提炼出了判断趋势反转的1、2、3准则。第一步，价格走势穿越了之前客观绘制的趋势线。第二步，价格在回调或反弹后再次向上或向下试探，但无法突破前期的高点或低点。第三步，价格向下跌破了前一波回调的低点，或者向上穿越了前一波反弹的高点。这3个条件一旦同时满足，原有的趋势就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如果总是等待这3个条件全部成立才采取行动，往往会错失一段相当可观的利润空间。为了在转折初期抓住契机， Sparendale 衍生出了一种专门针对假突破的交易策略，也就是2B 准则。在上升趋势中，如果价格创新高后未能持续发力，稍后又迅速跌破了先前的高点，多头动能的枯竭就会引发趋势反转。这种假突破的背后是交易所场内的流动性博弈。许多场外交易者习惯将止损单设置在前期高点之上
或前期低点之下。负责撮合交易的专员非常清楚这些订单的分布。以 IBM 股票的交易为例，买卖报价为110美元，挂单均为5000股。专员的登录簿上显示，上方3%美元处有1万股买单，1/2美元处有2万股买单。为了让这些大单成交，专员会在1%美元处主动买入5000股。场内交易员跟进，价格向上跳动，触发前期高点上方的止损单。一旦止损单被全部吃掉，上方的买盘力量瞬间枯竭，价格随即跌回前期高点下方，经典的2B 形态就此形成。1989年10月13日的市场暴跌，提供了一个运用2B 准则精准做空的实战样本。10月9日，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成交量偏低的情况下，创出2791.40的新高，但这并未得到运输指数的同步确认，发出了明确的空头征兆。接下来的几天，指数不断下滑，10月12日收盘时回落到2759.80点，距离9月1号的前期高点2752.10点仅有极小的差幅。2B 准则的成立条件已经极度成熟。10月13日，随着联合航空并购案融通失败的消息传出，市场心理防线崩溃，大盘在恐慌性抛售下重挫191点。Sparendale 在发现2B 形态初期就利用期权建立了空头头寸，将止损点设置在刚创下的新高上方。利用趋势末端假突破的流动性陷阱，空头头寸在随后单边暴跌中换取了极高赔率的回报。技术图表定位了进出场的坐标，但决定这些技术形态能否形成摧枯拉朽之势的是宏观资金面的宽裕程度。经济活动中周而复始的繁荣与衰退，并不是市场经济的自然属性，而是人为干预信用的结果。18世纪的法国提供了一场生动的信用泡沫推演。当时的法国政府背负着30亿银币的巨额公债，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苏格兰人张老向摄政王提议成立中央银行并发行纸币。随后他们成立了密西西比公司 Mississippi Company， 允许公众用折价严重的公债来抵缴购买股票的款项。1717年，政府授权密西西比公司垄断贸易，并发行50万股新股票。为了推高股价，银行开始大量发放贷款，向市场注入了10几亿银币的纸钞。在这场庞大的信用扩张下，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在几个小时内就能上涨10%到20%。繁荣的表象让所有人陷入疯狂，但支撑纸币的黄金和白银却在不断流往国外。1720年5月20日，当银行终于停止支付硬币时，泡沫破裂，股价狂跌，商业活动陷入停顿。现代中央银行的运作机制保留了这种通过信用扩张干预经济的手段。当联邦储备委员会 Federal Reserve 通过公开市场操作 Open Market Operations 买入政府公债时，实际上是在凭空创造货币，增加银行体系的准备金。银行利用这些准备金进行放贷，人为地压低了市场毛利率。在现代奥国经济学派 Modern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的理论框架下，人们对目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价值折现被称为基源利率 Originary Interest。 人为压低的利率扭曲了基源利率的信号，让企业家误以为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实体储蓄可供使用。在信用扩张的刺激下，企业启动原本不可行的庞大项目，扩大生产规模。这种超出实际资源承受能力的投资行为被称为不当投资 malinvestment。 这就如同用水泥分量只构建2500平方英尺房屋的材料去打5000平方英尺房屋的地基。随着信贷持续涌入，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价格双双上涨。当通货膨胀逼近失控边缘，中央银行别无选择，只能通过提高贴现率和卖出债券来收紧信用。
失去廉价资金支持的企业无力负担高昂的贷款成本，扩张计划被迫终止。为了清偿债务，企业开始抛售存货以换取现金。工厂关闭，失业率攀升，人为的繁荣逆转为经济衰退。Sparendale 在评估长期的多空环境时，密切追踪银行体系内的自由准备金 （Free Reserves）。当自由准备金的水平趋于下降，说明中央银行正在拿走维持泡沫的基桶，换上了刺破泡沫的刺针。此时，无论名义利率的数字是多少，市场上可供投资的真实资本都在减少。将信贷扩张与收缩的周期与盘面上的技术反转形态结合起来，交易者就能在信用泡沫破裂前完成多空立场的转换。在充满随机性的价格变动中，单纯依靠主观估值会使资金暴露在极高的风险之下。将市场价格运动转化为可计算的概率分布是精算风险的基础。保险公司在承保前会查阅死亡率统计表 （Mortality Table）。以24岁女性为例，如果在特定时间段内发生意外的统计概率是5万分之一，保险公司就可以据此设定$100的保费来承保$10万的保单，从而将自身的赔付概率锁定在极低的水平。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同样具备生命周期的特征。Sparendale 耗费2年时间，对1896年以来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与道琼斯运输指数的所有历史走势进行分类。数据分布显示，长期的多头市场或空头市场中，主要走势的幅度与持续时间会形成一个具有显著统计意义的正态分布。在历史上112个多头市场的主要走势中，有57个走势，也就是 50.89% 的样本，涨幅集中在 15% 到 30% 之间，最小的幅度为 4.3%， 最大的幅度为 116.6%， 整体的平均涨幅为 20%。 在这个样本库中，只有 25% 的走势涨幅超过 30%， 33.04% 的走势涨幅低于 15%。 运用这种正态分布结构，能够对当前市场趋势进行定量的测算。1987年10月崩盘前的市场状态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测算样本。当时的主要中期趋势起始于5月20日，截至8月25日，道琼斯工业指数在96天内上涨了 22.9%， 道琼斯运输指数在108天内上涨了 21.3%。 从统计学上的幅度和期限来看，这波形情已经达到了历史多头市场中期走势的平均寿命极值。在历史上所有的中期走势里，有一半以上在这个阶段之前就已经结束。配合当时的宏观环境，市场的平均市盈率高达21倍，创下196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平均账面价值对股价的比率高于1929年的水平。政府、企业与消费者的负债规模也处于历史高位。在统计概率耗尽且宏观基本面脆弱的双重压迫下，继续持有做多头寸的数学期望值转负。利用基于历史分布的定量方法，不需要去预测最高点在哪一天出现，只需要在趋势走到高风险概率区间时清空头寸，就能避开随后发生的系统性崩盘。依靠统计分布量化了仓位暴露的风险，在实际的盘面交易中，利润的流失往往源于执行环节的精力涣散与情绪失控。Sparendale 在1979年的一笔小麦期货交易展示了场外干扰对风险管理防线的破坏力。当时 Sparendale 的账户里持有40份小麦的做多合约，行情已经脱离成本区开始启动。为了防范突发的回调，他在入场时就已经在特定的防守价位设定了准备认赔出场的心理止损 mental stop。 心理止损意味着只在头脑中预设，当价格接近该价位时才递入交易指令。在这个价位被触发之前，交易计划要求对盘面的每一跳报价保持高度专注。在这个关键阶段，
一通来自朋友 Susan 的私人电话打断了交易节奏。电话接通后， Susan 的情绪非常激动，不停地哭泣，让人误以为发生了严重的家庭变故。经过反复询问， Susan 哭诉的原因仅仅是她的吹风机坏了。这个吹风机的购买价格是$17。在 Sparendale 为了安抚情绪而承诺买一个新吹风机送给他的沟通间隙，盘面的报价已经发生了剧烈向下变动。等视线重新回到报价荧屏时，小麦的价格已经击穿了预设的心理止损位，并且继续向下跌了2美分。未能第一时间平仓，这轻微的疏忽直接转化为账面的巨大亏损。在小麦期货中，每1美分的跌幅对应每份合约$50的价值，2美分的额外跌幅乘以40份合约，瞬间造成了$4000的超额损失。加上承诺购买吹风机的$17，这次注意力转移的总成本变成了$4017。市场的价格变动从不理会交易者的私人状况。制定交易计划时设立的离场点，交由人工在盘中执行时，极易受到突发事件、疲劳或是情绪波动的干扰。让你发生亏损的方法至少有50种，绝大多数的亏损并不来源于市场分析的失误，而是源于交易者在盘中随意更改计划，或者认为这一次情况特殊而放弃执行既定的纪律。在充满随机性的价格跳动面前，任何脱离纪律约束的主观应变都会直接转化为账户净值的真实折损。在执行交易计划的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障碍是人性深处的谬误的自尊 false pride。 人们潜意识里倾向于将交易的盈亏与个人的智力水平划等号，把平仓认赔等同于承认自己的无能。为了逃避承认错误的痛苦，交易者往往会选择违背商业常识的操作。在一笔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期货交易中， Sparendale 开盘后10分钟建立空头头寸，并在盘中高点上方5档的位置设定了止损单。随后的30分钟内，价格顺利下滑到近长点下方10档左右的位置。此时盘面出现了轻微的抗跌迹象。为了确保账面上微薄的利润不被抹平，进而证明自己这笔交易是正确的，在没有出现任何明确的回补信号时， Sparendale 主观决定提前回补平仓，赚取了10档，相当于每份合约$250的利润。仅仅15分钟之后，行情开始重挫，向下运行了2个大点。按照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的规则，一大点为20档，相当于每份合约$500，2个大点就是$1000。如果按照原定的交易计划持有，利润将直接翻上4倍。提前平仓时给自己找的借口是行情看起来要反弹，最好趁早落袋为安，而真实的心理驱动力是内心深处对于失去利润、证明自己犯错的恐惧。这种恐惧促使人急于兑现微小的利润，却在面对浮亏时，因为不愿低头认错而死死扛住，最终让账户承受沉重的损失。交易准则 Trading Rules 的设立切断了这种情绪干预。第一条核心准则是根据计划进行交易，并严格遵守计划。入场前必须完成对宏观周期、技术信号和风险回报比的全面测算。在没有客观条件触发离场信号时，基于恐惧或贪婪的提前动作都被禁止。第二条准则是，任何既有的获利都不可再损失 50%。 当一笔交易脱离成本区产生利润后，随着行情的推进，止损点必须按照技术形态不断向前跟进移动。这些准则本身无法预测明天的涨跌，它们的功能是在人性允许的范围内建立一道机械执行的防火墙。专业的交易行为把对错的评判从个人的自尊中剥离出来，完全让渡给数学期望值。依靠定量的概率标准入场，依靠严格的纪律准则离场，只要不断重复这套操作，长期获利就是必然结果。
专业投机原理是一本将金融市场交易彻底世俗化、商业化的实战操作手册。它抛弃了预测绝对顶底的侥幸，将投机拆解为保障资本、实现一致性获利，以及用利润余量去追求卓越回报的3个经营步骤。在市场的混沌与周期的起伏中，真正的生存者往往是那些能用道氏理论客观看待价格走势，用宏观经济常识识别信用扩张周期，并用严格的交易准则去切断自身恐惧与贪婪的纪律执行者。投机不是盲目押注，而是一场在计算好风险回报比后，耐心等待胜算落入自己区间的长期生意。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